圆圆胖胖的卷心菜是我们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过它丰富的营养功效您了解吗？今天本周当家菜为您带来2道卷心菜菜品，一道脆皮卷心菜卷儿，外皮酥脆，内瓤软滑，一定能让您胃口大开。再家常不过的干煸卷心菜，如果炒出水分，口感和味道可是会大打折扣的。怎样才能干香爽口？大厨为您细细讲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本周当家菜给您请来一位大厨，教你做一种本周当家的食材，就是这卷心菜。这位大厨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丙级和丙大厨，欢迎丙厨重量级登场。谢谢。今天我们做卷心菜，对，丙厨你对它了解的多吗？多，非常多，非常多，这个常用的一种食材，很常用，是不是？那么关于它的营养呢，有一位老师他懂得更多，因为他呢已经研究它好多年了，一生致力于他的研究上，就是我们的养生专家，我们非常熟悉的顾平顾老师，欢迎你，顾老师。大家好，我可给你把牛都吹出去了，一生致力于研究它，要好好的给大家讲营养。我们本周也重点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它上面。今天我们当家的就是这个大头菜。丙厨，您平时的时候喜欢称它什么？大头菜。大头菜，那您叫它什么？我们一般喜欢叫包包菜。包包菜，对，或者说叫它什么？洋白菜、包心菜，包括呢，甚至叫它卷心菜，或者说什么叫它包菜等等。牛心菜，就是这个呢，它口感要比我们吃的大白菜呢脆一些，对，是不是？做法是不是跟那大白菜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不同，非常不同。那咱今天用它当家，2道菜，第一道是什么名字？第一道是脆皮卷心菜。脆皮卷心菜，现在丙大厨教你来做。那我这边呢，就把这包心菜留给我们的丙大厨。大厨，看您开始操刀，然后开始正式的处理它。现在我们处理它的时候是直接给它劈开，然后呢给它斩断吗？因为这个菜呢是用来这个做一个菜卷，然后把它炸出来的。不是那种，就是我一理解的，你这道菜可能是炒的那种，炒的是第2道菜，第2道菜是那个干煸的，是干煸的。这道菜是把这个包心菜呢当做一个外皮，对，当个外皮，有点像我们过年吃那个白菜卷似的，只不过现在是用卷心菜的这个，的确，对。而且呢，你看你在取它的时候呢，也是严格的遵守着它本身的这个生长的逻辑，把它从根处断开，直接呢就把这一片给完整取下来了。其实今天大厨用这个呢包心菜做外皮，那么里面的馅儿呢，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鸡脯肉。鸡脯肉，咱把它做馅儿。这个馅儿呢，是把这个鸡脯肉呢，要给它剁得细细的那种，还是说剁细它、剁碎的那种肉馅儿？我觉得今天这道菜特别适合糖尿病人吃。怎么讲？本身这个包心菜里面纤维这么高，然后我们又用的是鸡脯肉，这个鸡脯肉呢是含脂肪特别低，蛋白质又很好。所以热量极其低，减肥糖尿病人都适合的，不只适合糖尿病。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强调嘛，我们要低油、低热量饮食，防止那些高血压、高血脂。对，挺好的。把这个鸡脯肉切成这种鸡蓉，然后加什么？对，胡萝卜，得放一点胡萝卜。这是主要调颜色呢，还是说主要是这个一个是调颜色，再一个调味儿、调味？记点胡萝卜味儿。好，来点胡萝卜味道。这道菜的营养搭配真是挺不错的，我们还要放一点胡萝卜在馅儿当中。今天这样的感觉有点像，好像是给人做配餐的感觉。对，好像是你是营养师，然后你再给一个病人，或者说需要糖尿病人，尤其是糖尿病人，我就给他这样搭配。然后呢，放一点肉馅，然后里面放一点木耳，放一点胡萝卜，这都是我们喜欢用的这种搭配。的确，把它切成细丝，然后一会儿给它切成细末。你是知道的，这胡萝卜呢，它一般必须和这个什么肉。对，好嘞。接下来我们开始调今天的这个馅儿了。把我们的鸡蓉放进去，这个比例就是随你的便了，是不是？随便了，随便。你愿意就这个馅儿里面放胡萝卜，可以多点儿，可以少点。没错。乐呵的你就自己享受你的烹饪吧。然后呢，我们来点调味的，来点盐吗？来点盐，一点盐。胡椒粉，来点。我觉得胡萝卜的菜呢，都要放一点胡椒粉。怎么讲？因为胡萝卜呢，它有一股这种怪味儿，
但是呢，如果你要放点胡椒粉，就可以综合。你像我们常做的一个胡萝卜炒鸡片，就是一定要放胡椒粉的，没错，能去除它的这个味道。加这个香油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厨？这个因为这个馅儿，这种做那个鸡蓉或者虾蓉的东西呢，尤其这个包这个菜的，最好里面放点香油，放香油之后吃起来好吃。就是香一点，不然你知道那个鸡蓉它粗糙，那个纤维干，就这么放进去一点。那么等一会儿做好了馅儿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卷心菜的皮要烫一烫它。其实说到这个卷心菜，我总有一种疑惑，老师，我得问一下你哈。我个人是觉得它们都是这种叶状的植物，大白菜啊，包括这种卷心菜啊，包括我们吃的甘蓝呐，包括吃的娃娃菜啊，它们的营养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它们都是一个质地一个科的。对，都属于这个就是叶子菜，我们就说能吃到的绿叶菜。没错。那么但是呢，这个洋白菜它真是洋货，它是从欧洲过来的，不是咱们本地产的，所以我们叫它洋白菜。那么而且呢，你像德国人啊，最喜欢吃它，把它评为最佳蔬菜。那么而且呢，它在蔬菜当中的排名当中啊，有排名非常往前的，比如说像论营养成分含量呢，是排第3。营养成分，蔬菜中吗？对，蔬菜中，在蔬菜当中排第3，它的抗癌性是排第5位的，还能抗癌，对，所以呢，这个洋白菜呢，应该是营养比较丰富，而且呢，也有一定的药效。那么尤其是呢，对于胃病的病人是非常棒的，它可以能够促进溃疡面的愈合，所以你如果有胃炎、胃溃疡啊，吃它是非常棒。非常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大师也说了，之所以让它作为外皮能包得住，得把它烫软了它，烫软它之后，咱就可以随便欺负它了，你知道？对，让它深它就深，让它直它就直。而我们这边烫它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掌握这个技巧？如果是你烫最后烫裆了，捞出来之后都碎掉也不行。那不行，那咱是开水烫它还是？这个开水下了锅，再一开锅就可以了。等它开锅。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如果说做外皮啊，用这种叶状的这样的蔬菜做外皮，这个卷心菜是不是要比这个白菜它更韧一点点？会不会？这个它是两个口感，因为白菜呢，它吃起来它是那种软烂的，软烂。它这个呢，你无论做的再熟呢，它还是有一种这个脆硬，有点脆硬，比较脆，而且因为它梗，它里面的纤维粗老，像这个卷心菜呢，它里面的这个纤维啊，有时候我们能够撕出来，它是一根筋一根筋的，非常粗。那么你像咱们的白菜呢，它的这个纤维啊是比较细嫩的，白菜细嫩，含水量也大，这个含水量也低。就在书画间，这个我们大师已经将它捞出来了，这么漂亮。哎，我看好像是比刚才要绿一些。对，大叔，您怎么立刻又放进另外一个锅里面？这是一个凉水就过凉一下。好，那给您这边案板准备好，看到没？现在我们这边硬挺挺的卷心菜，经过我们的热水烫过之后，基本上这边你看。要比刚才绿很多，而且要比刚才软了很多，是不是？这个颜色就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很好看。这个包它是不是有技巧，大厨？这个也没技巧，就是把它抹匀了之后呢，把它卷起来就可以。卷起来哦，它不是包的，它是抹了一层给它卷起来。没错没错。不像我们包白菜卷，它是包个16包。不是，这个就是一层肉馅儿。然后把它给这有点像做油酥火烧一样。没错，或者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春饼卷起来，卷的，没错，给它摊成铺上一层，摊成个里面的芯儿就可以了。你如果是在家里面啊有这道菜的时候，我相信你这个吃主食的量就会减少很多。是。好，来回这么一搭一卷就行了，两边不用封口吗？两边不用封口，不封口。好，因为过会儿还要蒸，还要再蒸它。这是一道麻烦的菜。对，这个蒸完之后呢，在炸前你还要再修一下。这样。接着给大家摊第二个。其实说到这个卷心菜啊，我相信在民间也有一些偏方。是。老人有没有传下来一些什么东西？一般呢，我们这个卷心菜是一种药用的菜，在德国呢是特别流行用卷心菜来治病，就跟咱们国内呢喜欢用点葱姜水来治感冒是一样的。没错。他们把大头菜呢当做一种这个。就是我们就比如说像头天你要喝酒喝大了，第二天呢可能胃就难受要吐，他们就会让他喝一点新鲜的，把这个就是这个卷心菜生的卷心菜，这个榨成汁儿让他喝。卷心菜汁，对，可以保护这个胃肠道的黏膜。你比如说黏膜吐的时候有点拉伤啊，或者是有点小溃疡啊，它就容易愈合。它有这个功效是这样。所以这种，另外呢，比如说你像我们女孩子啊，有时候爱美，脸上长了小痘痘，长了粉刺，长了疖子，
很难消炎，它老是长得很难看。我们就把这个卷心菜呢往里面放一点盐，给它捣碎了，放涂上盐。对，晚上的时候你把它涂上，第二天早上一看，哎，痘痘就消掉了。是这样子。对，这边我们已经把卷心菜呢包好了，看到没？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长条，哎，就这样卷好了。一会儿呢，大叔要蒸它。蒸它。我想说蒸它是不是这时候就不能蒸太久了，不然的话它会烂吧？对，不能蒸太久。可你一会儿是炸，你干嘛要蒸呢？这个因为这如果直接炸的话呢，你外面拍那个面包糠，这么厚怕炸不熟。是吧？那么就先把它蒸一下，到时候炸的时候呢，这样它里面是个嫩的，外面呢是个脆的，这样就可以了。好嘞，放进我们的笼屉中，开始蒸它一下。好，盖上盖子。好嘞，现在要蒸多久？大叔？蒸6分钟。6分钟之后，我们蒸好的卷心菜。是应该卷心菜包子还是算什么？卷心菜卷儿。卷心菜卷儿，正式的裹面包糠，开始上锅炸。卷心菜卷儿现在已经蒸的差不多了，哎，打开锅盖看一看它，更加绿了，水啊，感觉而且我感觉那个蒸一下之后，里面那个馅儿啊，似乎已经开始半成熟的状态了。是不是已经都快接近成熟了？成熟了，就熟了。成熟了，哎，好，放在这儿。哎呦，其实你看哈，我们现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真的等凉一凉再开始蘸，不然有点热啊。没事。大叔，您现在拍的这个是什么粉？这个淀粉，用的玉米淀粉，裹一下淀粉，然后再脱个蛋。是全蛋吗？全蛋。然后您蘸点面包糠。好，一会儿要下锅去炸它。拍粉脱蛋，然后蘸满了面包糠之后呢，现在开始下锅去炸了。我们这个油温呢是在很热的时候把它炸下去，是不是？也是。中程的油温，6成啊，中程的油温，对，然后手摸一摸，什么样的感觉？热了。手放下去什么样的感觉？手放下去就烫了，皮儿破了。好，把我们的面包糠直接蘸好了之后，放进我们的油锅之中。我们这个卷心菜卷啊，这时候不需要太猛的炸了。对，定个型其实就行了，因为已经熟了，已经是熟的了。哇，这个油温好像有点起来了。6成热，好嘞，哇，真棒，好嘞，轻轻炸一下它。大厨今天呢，这边还搭配了点番茄酱，估计是一会儿呢要蘸它来吃解腻的。对，炸它的时候特别的热闹。卷心菜卷儿，看到这儿的时候，您估计就看出点门道来了。没错，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呢，是用卷心菜玩了个新式的玩法，有一点点像什么？有一点点像创意私房菜。所以说你在家里面把这道菜学会了，也挺有感觉的。好像有点像素派，其实又是荤派。哎，那么还是一道荤素搭配的大菜。没错，而且大厨你在这边炸的时候，我发现你放进去也就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拿出来了。因为它这个全是熟的了。就是把这个面包糠给炸脆的，把它炸脆的。这样。为了增加它一层风味儿。好，现在把它控一控油，比出来就可以了。哇，这属于算是这么淋它也算复炸一遍。这个皮更脆一些。这个我能想到它的口感，外脆内嫩，然后呢里面还有那种鸡肉的香味。好嘞，放在这边。OK， 改刀。好，一说吃这种卷式的食物啊，就让人觉得呢，很像讨小孩子喜欢的菜，也是一个很讨女人喜欢的。对，女性啊，孩子啊，肯定都很爱吃。没错，尤其是我觉得这道菜有番茄酱，肯定有一个人群特别喜欢它，就是孕妇。孕妇喜欢吃酸的，对，孕妇喜欢吃酸儿辣女。为什么呢？因为大头菜本身呢，它会含有叶酸比较高。没错。一般像我们都知道，现在孕妇都要用补叶酸的，叶酸对孩子的这个神经管发育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这道菜呢，我觉得孕妇吃啊是非常好的。我这么一看也像那个日本人很喜欢吃，切开之后很像是日本的寿司。日本的寿司像不像？很像，而很漂亮。我觉得这道菜能上宴会，其实它是没错，是不是？对，简简单单的，太漂亮了，好看。里面胡萝卜色，然后弄一点绿色的，这道菜一定要用大头菜来做，没错，绝对不可以用白菜，要不然这个颜色就不会这么绿的，而且咬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一会儿我们尝尝就知道了。你知道现在在切的时候呢，这些边角料虽然说摆不上盘子去，我们不会放过它，对，把它收起来吃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好，给它切一切，哇，太漂亮了，像个孔雀一样。孔雀开屏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可是今天这孔雀是一只黄孔雀，外皮是黄颜色的，出来的味道会不会像孔雀一样，让我们觉得过目过齿难忘呢？现在我们一起品尝一下它。
孔雀开屏，我们对现在每摘的呢番茄酱都是它，哎，非常棒的羽绿的部分。哇，很清淡。我本来以为会油腻，结果很清淡的。不油，外面酥酥的，中间那层呢是梗梗的，但是还是挺清爽的那种。非常清爽。哎，而且里面这个鸡肉呢，并不是我传统意义上那种鸡脯肉那种比较柴的感觉。没有柴的感觉。大叔告诉我这道菜为什么选择中间用这样的一个菜心，用别的菜代替的话，会不会出来这样的好味道？这个别的菜呢，只能用这个白菜，因为它白菜叶比较大，没错。但是白菜呢，它第一它没有这个颜色，第二呢，它这个没这个口感。这个你看，虽然蒸了6分钟，煮了之后又蒸了6分钟，不但还是有但还能吃出脆一点脆的。的确，它不是那种囔囔的粉粉的要感觉。白菜的话就沙了。它就软了，它就绵软了好吃，而且这道菜好有创意，而且感觉很时尚的一道菜，非常漂亮，就是一种私房菜的感觉。个性菜、私房菜，就是今天这第一道本周大家菜当家的卷心菜的这道卷心菜卷了。对，当然当家菜只用一道菜来当家还不算，第二道菜是什么名字？大厨？第二道菜呢，这个也是大家伙常接触、常吃的一道，但是做起来都比较难的一道。干煸卷心菜。我想问一下大头菜老师，您在家里面做没做过干煸大头经菜？常做，我是最喜欢做的就是干煸大头菜了。有没有遇到过问题？比较快，问题比较多。我遇到的总是问题是不如饭店做的好吃。我做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有水出来，就是不够干吧，你知道？饭店那个就干的，有的时候都有点焦焦的焦香的感觉。我一般就会喜欢选择一个饭店，他做干煸大头菜特别好吃，然后我就愿意去吃。就去他家，是不是？自己做不好。那怎么在家里面才能做着好吃的干锅的这种干煸大头菜呢？刚才我和郭老师也说了，面对它，我们家都想吃干煸的，可不见得我们家就能真干煸出来。有的时候干煸成湿炖了。对。然后干煮，很急人的。大厨，你告诉我们究竟一会儿该怎么干煸它，好不好？这边我们之前已经给你撕好了，这个撕好了，怎么样？一放，是不是不错？这个干煸卷心菜呢，这个做法是一方面，也实际呢，这个待会儿做一下，你一看就觉得其实也很简单，很简单。但是这个卷心菜呢，首先是选料很重要，选料很重要，选白菜，选这个卷心菜。其实你要说这个洋白菜，我以为就卷心菜拿过来就用。这个选，你说你这个怎么选？你看你在超市中或者是农贸市场上买的时候，看外面也看不出来什么门道来。像这是一个品种，这也是一个品种，这个是小的，这是大的。对你现在看只是一个大小，你这样一看你就会看明白。这个很紧致。OK， 而且这个颜色是白的。对，白的那个是绿的。白的这个绿的呢很少，就这一层。绿的少，主要是白的。这个呢，你看它外面看着还很松，是吧？你看这个里面是个实心硬心，没错，这个就是一个松的。你看它这个形状呢，它本身是个扁圆的，没错。它这个呢就是一个。像个桃形，我觉得这个是没错，小心一个心大大的心，对心状的。可是你看啊，它俩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你会，我个人是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感觉看上去没有这个有食欲，是。感觉好像这个更脆吧。这种觉得这种好像比较好，更脆一些。这种你看一下呢，它这里面全是些这个它的茎，这个筋很多。筋是厚的。它的这个菜呢，因为它这个筋它比较老，纤维比较粗一点，而且它这个菜的肉呢，它它太厚，真的，你看好硬的，你看你掰它的时候，这个感觉，哎呦，而且这个真的好硬。这种菜呢，它有一种这个土腥味儿。你在家里炒的时候呢，老是认为它那么一种土腥味儿。对，就是这个产地不同，它就不一样。那就是说，这个它相对来讲质地会硬一些，对。然后这个还有土腥味，其实这个尤其做干煸，这种菜呢，就是像前段时间郭老师说的，西餐做那种炖烩的菜，用这种比较多。因为咱用这种炒那个要求这个脆感和这个颜色的呢，一般用这种比较好。就是这种哈，比较烹的。那我们光看外面的话，就找这种像心一样造型的卷心菜。对。原来如此，所以说你要想做出好吃的干煸大头菜，一定呢得在选料上去把好关。咱选的那种心状的，而且里面呢相对来讲比较蓬松质地的那种大头菜，就是我们饼厨手中拿着的这种了。这种适合炖，是不是？好，我们放在一边。选料选好了，接下来是不是就该正式的传授我们怎么来处理它的技巧了？对，这个呢，我先做一个示范，因为这边已经切好了一些了。对，这是撕好的。这个用做这个干煸卷心菜呢，尽量不要用刀来切，对，用手来撕，用手撕，把手洗干净之后来撕它，然后一层层的拿下来之后呢，就是你看这一块呢就不能用了，
就中间这个应该怎么讲？这是它的梗吗？对，它的茎非常硬的这个位置，你就直接给它取下来。但是它那个也很好吃，你不要把它给把这个弄了，它怎么办？腌成咸菜，腌成泡菜。哦，吃起来呢，它非常的脆。你看，就这个位置，咱给它取下来就可以了。好，然后一片一片的，你看，把它就撕成这个撕开。哎，这个你把它放一边，放一边就可以了。总之，最后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你看这样的梗呢，最好也把它给去掉，去掉，把它粗大的、硬老的。对，炒完一个菜之后呢，把这个切一切，加点盐，一拌之后非常的脆口。脆口的。好，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吃法。做干煸大头菜，看见没？选料第2块，选水烤大白菜呢，选它那个叶子稍微柔软一点的位置，就这些了。好嘞，精挑细选的，他们是出类拔萃的大头菜叶子。对，现在开始正式的上锅做了。哎，咱把这个锅呢热它一下。好，其实它用的调料也很简单，就是盐、糖和酱油就行了。糖、盐和酱油。这个菜呢，主要就是一个火候菜。就是火候，掌握好火候之后，掌握好火候，这个选料，选料咸淡味儿，没错。再就是把它这个炒出个锅气来，这个锅气是，哎，就是那种很干香的那种。那叫锅气。锅气，就是锅那种干香味。对，锅的干香味儿。今天又学了一个专业术语，锅气，炒出锅气来。好，我们锅中来一点油。先划一下这个油需要很多吗？不，划一下锅先。划锅哦，不要太多，就是把这个锅润一下。热一下。好，稍稍一热就可以了。好，这个料头呢很简单，就是葱花跟这个干辣椒段。干辣椒，干煸的，是不是都是辣的菜？对，辣的菜。哎，辣辣的，用干辣椒吗？用干辣椒啊，看起来就很劲猛啊。好。锅呢现在已经热起来了，你看有点青烟冒出来了。我们今天放的油呢是健康星带给您重磅推荐的青岛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因为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建议你在家里面烹饪的时候可以来用它。料头来简单的煸香，哎，干辣椒一定要热油煸它，是不是？对，煸出香味来。哎呀，真香。哇，锅中呢有一点辣椒呢会变红颜色，是不是？可是在家里面这个步骤，你看这就容易咱们出现问题了。没有水，然后你越炒越多，越炒越多，是不是？对，你就会不会脱水在家里面？对，看看大哥怎么做。大哥，你这时候的火是很大的火吗？大火。因为这个主要是吧，很多人他会害怕把这个菜给炒糊了。没错，他就改小火，改小火之后呢，反而就会把这个菜给做出带。你在家里面，你知道如果没有让它有点糊，你就没有大哥在这边你不托底的。我在家里面就是着急，一听这滋哒啦就有点害怕，挑起来点吧，不然糊了就多糗啊！你知道？哎，好，来回的煸一煸它。其实大厨我注意到你在这边哈，来回煸它的时候呢，似乎翻动的这个频率是很快的，很快，一定要快。哦，好像锅里温度很高啊，很高，因为它一直是用的是大火。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勺子呢，把它给打一下，打松的哦，压它，把它给拍软。哇，怎么就奇怪了？您在家里这时候是不是就出水了？就出水了，它这个还挺干的。就是大厨一个招，我看清楚，就是火一直是大的。这时候放盐。对。哇。别说哈，出这个滋滋啦啦的这个声音还真挺香的。哎，有一些位置一定看干巴，有一点干巴，出来干煸的感觉。这要来糖吗？来糖，放一点糖。还要来糖。一点儿，哎，就可以了。来点水。这个是用手弹，用手弹一点水，哇，这个很像是你知道，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好，来一点点，这就出锅了，可以了。什么程度我们确定刚刚好呢？这个就是它变颜色了，但是还没有软。它的一个这个装盘之后呢，它有一个回热的过程，它会把这个变软的。明白了，就是说你别等它彻底在锅中变软，而是呢已经开始回软的时候，然后呢你把它弄出来，用一点余热再把它催熟。但你这时候最好呢把鼻子停止呼吸，因为它的辣椒素已经挥发出来了，非常的呛。这时候我在厨房就要打喷嚏了，你知道。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怎样才能做出干香爽口的干煸卷心菜。首先，选好卷心菜很重要。蓬松翠绿的圆形卷心菜叶片较嫩，是烹制这道菜的首选，而紧实的扁形卷心菜更适合炖菜。第二，将菜叶中间的梗去掉，保留脆嫩的绿叶部分，梗部分可以留作泡菜。第三，锅一定要彻底热透，这样才能炒出干香的锅气。
最后保持大火，快炒出锅，一盘没有水分流失的干煸卷心菜就完成了。好，来动筷子吧！哇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有个主意。大叔，您刚才不渗水，我看看这时候能不能渗出来。哇，还是干干的。你这个还真是干煸的，你看就出来一点点这个简单的汤汁。这种你就我那个是出来就是一般咱们这边上全都是泡，消煮一下，放了一段时间，放了一段时间，一点都没有。哎呦，那好，我赶快来尝一尝。哇，是我想吃的那种味道，就是那个味儿。上酒店去吃啊，它那干煸就是这个味儿。好吃，真的好吃。